被炼成仙丹的四妹，被诓骗成妖的道士，让人砍了双臂的菩萨和成为生化实验体的卯日星官，而这一切都是天庭神佛的黑色产业链。负心的八戒，痴情的妖王，一场场悲剧的背后又藏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想要了解这些，我们还要通过时间线的整理，一起走进黑神话悟空的第4回。取渡紫渊。第4回故事的开端，我们还要倒到大闹天宫之前，王母要召开蟠桃宴，但是这种盛大的聚会需要提前做个预演，身为天蓬元帅肯定是要到场。而就在天蓬入座后，一对身着素练的嫦娥仙子从后面走入场内。嫦娥在《西游记》里，她是一个官职，不单指某一个角色，所有的月宫中的仙女都被叫做嫦娥，所以影神图里说一对嫦娥仙子并没有什么问题。入场后，嫦娥们就开始各自分工表演节目啊，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说 rap 的，还有打篮球的啊，反正非常动人。其中一个领舞的白衣仙子长得尤为出众，给天蓬看的都不错眼珠了，哈喇子打湿了裤裆。而另一位穿着紫纱霓裳的仙娥被天蓬此时此刻的这种俊美相貌所吸引，端着酒杯走到了天蓬近前，轻声唤道：“元帅，元帅，元帅，你别尿裤了，元帅，咱俩来喝一个来。”但这个时候，天蓬已经被这位领舞的白衣仙子迷住了。虽然下意识地端起了酒杯，不过视线从未离开过那缕白虹。蟠桃宴预演结束后，天蓬心有不甘，一路就偷偷追着这白衣仙子。追逐的路上，又和穿着紫纱的仙娥撞了个满怀。天蓬细细看来啊，这仙娥也是美丽非常，而且很明显，他眼中满是自己。但天蓬始终忘不掉那白衣仙子，所以又赶忙向前追去。可在广寒宫桂树之下，却见那白衣仙子正和另一人幽会。很多人说这白毛是玉帝，但其实从真文来看啊，这个人应该是日金乌啊，后羿射的就是这玩意儿。因为嫦娥在这里呢变成了一个官职，所以真文里就借着玉兔来代指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嫦娥。而从真文里看，日金乌和白衣仙子本就是天生一对，那天蓬这种行为自然属于破坏别人的婚姻了啊，犯了天条。而且好死不死，他这一行为被玉帝最忠诚的纠察王灵官看到了，他跟玉帝一说，跟着便被贬下了界，成了只猪妖。其实关于八戒这个角色能说的点有很多。首先，他成为猪妖这件事啊，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天蓬元帅是个大帅哥，是因为投错了胎才变成猪的。包括在原著里见到观音时，他也说一灵真性竟来夺舍投胎，不期错了道路，投在个母猪胎里，变得这般模样。但其实并非如此，这里猪八戒和观音撒了个谎。在原著第85话中，猪八戒有过一个正经的自我介绍：巨口獠牙，神力大，玉帝生我天蓬帅，掌管天河8万兵，天宫快乐多自在。也就是说，猪八戒在成为天蓬之前就是个猪。而且八戒被贬下凡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调戏嫦娥，还是85回猪八戒又说，只因酒醉戏宫娥，那时就把英雄卖，一嘴拱倒斗牛宫，吃了王母灵芝菜，玉帝亲打2000锤，把我贬下3天界。所以天蓬真正被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喝多了耍酒疯，先是调戏了嫦娥，引来王灵官想要逮他，这时候才显出法相，化身成一只巨大的野猪，先是拱倒了斗牛宫。斗牛宫什么地方？就是玉帝所在的凌霄殿，就是斗牛宫的中心。如果你理解的不深刻，那我换个说法，有只野猪拱翻了紫禁城，而且他是从广寒宫一直拱到斗牛宫。这还没完，他还把王母种的灵芝菜给吃了。说实话，这个战绩也并不比大闹天宫小多少，是吧？玉帝为了惩罚他，先打了他2000锤，然后才给他贬下界。犯了这么大错误，玉帝都没给他直接弄死，可见玉帝对他还是挺好的。反观隔壁那挑门帘子，就因为打碎了个琉璃盏，就被贬下了流沙河，并且每7日一次用飞剑穿其胸胁100余下。这玩意儿官职不一样，待遇就是不一样啊。另外，从游戏的进度来看，猪八戒转世成为猪妖后就遇见了高翠兰，但其实中间还经历了很多事儿，而且很残忍。天蓬大闹天宫被玉帝贬凡后呢，重投畜生道，被一只母猪所生。西游记第8回他自己又说，是我咬杀母猪，打死群彘，在此处占了山场，吃人度日。群彘就是一群猪啊，也就是说猪八戒被生下来的一瞬间就咬死了生母和他的兄弟姐妹，而且常年是占山为王，以吃人为生。但是他占的这个山啊，并不是一个无主之地，原本这山上还有一个妖精叫卯二姐。还是第8回猪八戒自己说的，此山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云
战洞，洞里原有个卯二姐，她见我有些武艺，把我做个家长，又唤作倒插门。不上1年，她死了，将一栋家当尽归我所用。这个卯二姐啊，也有叫阮二姐的啊，是猪八戒的第1任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个妖精呢？一个是正常人类很少有住在山洞里的，另外大家别忘了，猪八戒现在长这样，他就是再有本事的人，也没人会跟他结婚的。那这个卯二姐是怎么死的呢？反正根据某些专家说啊，是猪八戒偷死的。他这么说呢，也并不是没有道理。首先在《西游记》23回，八戒曾自我介绍道：“你看娘说的话，哪个没有3妻4妾？就算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鏖战之法，管清一个个服侍得他欢喜。什么叫鏖战之法呀？这是房中术的一种，采阴补阳，离龙砍虎用调和，灵龟吸尽金无血。其实，在现实中，这个鏖战之法呢，还真有原型。内丹法著作《参同契》里就认为啊，男女和气乃阴阳结合，不管对于修炼还是修仙都非常有帮助。里面甚至还记载了很多男女共同修行的秘诀啊。反正有那个对自己不太自信的朋友，可以找机会翻一翻。另外，卯二姐很多人认为取卯字为兔，所以卯二姐大概率呢就是个兔子精。而兔子这个东西啊，它的欲望极其旺盛，据说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发情，而且这个东西可以重复怀孕啊，就是说她在怀了一个情况下，过完锅之后还能再怀一个。所以结合这2点呢，专家就觉得卯二姐玩命要，猪八戒玩命给啊，1年多的时间呢，这二姐也就差不多死了。卯二姐死了后呢，八戒就去高老庄找了高翠兰。电视剧里说是猪八戒把高翠兰关在阁楼之上，一直没碰她，但其实原著并不是这么描述的。但见那云鬓乱堆无略，玉容未洗沉姿，一片兰心依旧，十分娇态轻颓，樱唇全无泣血，腰肢曲曲微微，愁蹙蹙峨眉淡，瘦怯怯语声低。其实就是猪八戒跟高翠兰睡了3年，1年妖精就死了，高翠兰能挺3年，可想而知他的身体有多好，是吧？那么说回来，王灵官举报完天蓬后没多久，就因为秉公执法受到了玉帝的奖励。他将自己的右手啊化生在了王灵官的头上，以示王灵官制，犹如玉帝亲临。自此，任何人见到王灵官都会老实行礼。而那位紫砂仙娥呢，在看到天蓬下界后，也跟着逃离了仙界，成为了一只蜘蛛精。猪八戒水池一睡棋，玩腻了就杀。相比于黑神话中的吃穷种，原著中的猪八戒到底有多混？盘丝洞和蜘蛛精是第59难，叫做七情迷没。唐僧化缘让7个蜘蛛精给捉了，其中就有天上的紫砂仙娥。这几个女妖精活得比较精致，她们想要的是咱先跟唐僧热乎热乎，再把唐僧热乎热乎，是吧？所以呢，就先洗个澡。那他们洗澡这个事儿就让大圣发现了。按原著来说，孙悟空打死他们啊，那就是一棒子的事儿，非常弱。而且几个妖精没穿衣服，大圣觉得打死他们丢人，但是又不能放了他们，所以干脆化成老鹰，叼走这几个妖精的衣服。没衣服你还能走吗？妖精也得要脸呢，是吧？大圣回去后呢，就把这事儿和他俩师弟说了，心说话，你们给我出主意怎么办？结果沙僧听到的就是啰啰啰啰啰啰，有妖精！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你不知道啊，那7个女怪啊，嘿嘿，那7个女怪啊，在塘中洗澡呢。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猪八戒听到的是啰啰啰啰啰啰，女妖精没穿衣服。这关键词儿一触发，你想八戒能忍了吗？主动请缨说自己要去救师傅。来到湖边，八戒一眼就认出了水池中的紫砂仙娥。那你一想，小别胜新欢呐，那就来吧，天雷勾地火吧。你看动画就做的非常细节，他用互相撕咬的方式来表现2个妖精交配。这个在动物界啊，其实很常见。动物没有人类那么强的道德观，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事儿呢，往往伴随着一定暴力啊。你比如说像海豹，雄性往往会在这种时候用下颚咬碎雌性的头骨，狮子呢也会咬住对方的脖子，乌贼甚至会直接在对方身上撕开一个洞，然后进去。专家认为，动物界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非常原始且野性的刺激排卵行为啊！学到了没，友友们？下次你的对象再跟你说想让你狂野一点，你就把假牙戴上。扯回来，猪八戒偷完以后呢，妖精们就跑了。但是在原著里，猪八戒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首先在原著里啊，这7个蜘蛛精非常好看，好看到什么地步呢？酥胸白似银，玉体浑如雪，肘脖赛凝烟，香肩移粉捏，肚皮软又绵，脊背
光还洁，西湾半围团，金莲3寸窄，中间一段情，露出风流穴。猪八戒看见以后啊，就走不动道了。先是语言上调戏了这7个蜘蛛精，然后又化作鲶鱼，只在那腿裆里乱钻。原来这水有抹胸之身，水上盘了一会儿，又盘在水底，都盘倒了，气喘吁吁的，精神倦怠。八戒却才跳江上来。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认为啊，八戒太会玩了啊，鲶鱼这玩意儿进得去吗？而且1v7还能都给他们累倒了，这个八戒很了不起。不是啊，不是大家想的那样。73话几个蜘蛛精和白眼魔君专门提了，他就跳下水变作一个鲶鱼，在我们腿裆里钻来钻去，欲行奸骗之事。欲行就是说想做还没做。至于几个妖精喘的不行的原因呢，也仅仅是因为抓鲶鱼累的。但是八戒特别混的地方在哪儿呢？他给这几个妖精玩完以后啊，并没有像游戏里一样放走，而是提耙就打啊！念完经打和尚提裤子不认娘。前面说了，这几个妖精啊很弱，看见猪八戒就要动手，立马就跪下了。望老爷方便方便，我等有眼无珠，误捉了你师傅。虽然吊在那里，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饶了我们的性命，情愿贴些盘费送你师傅往西天去也。你玩完我们7个，现在我把师傅还给你，我再添一点钱，那你就别杀我，行不行？不行，提耙就打，而且还必须打死。骑脖子拉屎啊，拉干的我扑了下去，拉稀的我擦了，他现在骑我脖子上拉痢疾，那你想蜘蛛精还能忍得了？就设计用蛛丝把猪八戒捆了，然后光着逃走了，这才有了后面百目魔君为蜘蛛精报仇。百目魔君曾经和7个蜘蛛精同堂学艺，所以这7个蜘蛛精啊被八戒调戏完了以后呢，找他来告状来了。恰巧这时候唐僧等人也来到了黄花观。其实你从百目魔君的行为来看啊，本性并不坏。他的黄花观内供着3清，而且平时除了修炼以外，最大的爱好就是采丹炼药，包括对唐僧也是整衣服降阶相迎。直到听完了八戒水池1v7的事儿，才决定对唐僧等人出手。按游戏的剧情啊，是孙悟空和魔君缠斗，让八戒去灭这7个蜘蛛精。但是猪八戒和紫珠儿在水里蹦完一锅之后呢，俩人就透出感情来了，所以独留下了紫珠儿放他逃命。这是游戏，但是原著就血腥很多了。首先原著里除了大圣以外啊，其他人都被百目魔君毒倒了，然后7个蜘蛛精就和他师兄一起对付大圣。大圣为了应对，就变出70个分身来，就先给7个蜘蛛精按住了。大圣那意思，你们俩师兄妹，现在你放了我师傅，我放了你师妹，咱俩皆大欢喜。结果谁知道百目魔君这时候贪劲儿上来了，说什么也得吃唐僧肉。你想他都这么说了，大圣能惯着吗？双手举起，把7个蜘蛛精尽情打烂，却似7个传肉布袋，脓血淋淋。传肉布袋是江浙地区的一种吃食，就是把肉剁碎了和成团，你就可想而知这种死状到底有多惨。打死这7个大姨，倒是与孙悟空相持50-60个回合，渐渐乏力啊，可见本身也很能打。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多目怪啊，是上古4大凶虫里排第3。排他前面俩的一个是6翅金蝉，另一个叫文道人。说6翅金蝉你可能不熟悉，说他另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唐僧。洪荒五凶之一啊，被如来点化成佛，化名金蝉子。但凡没有变化，998一难，唐僧一个人就单刷了。说回来，他虽然叫百目魔君，但是原著记载2肋下有1000只眼，多吓人！1000只眼全集中在肚子上，我用 AI 工具生成都他妈算违规啊！严重怀疑克苏鲁借鉴了《西游记》是吧？而且这1000只眼睛还都能放光。你想孙悟空本来在太上老君的炉子里就烧的高度近视，这1000个电灯泡一点，那他能受了吗？只能败下阵来。后来经骊山老母的指引，找到了毗蓝婆菩萨，才收复的百目魔君。这个毗蓝婆菩萨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神秘的角色之一。86版《西游记》里，大圣叫他老鸡婆，再加上卯日星君是他儿子，导致很多人觉得他的真实身份也是一只鸡。正经的鸡啊，不是说上3楼那种，但其实不是。这个毗蓝婆菩萨的原身啊，是一只吃人的恶鬼。佛教的鬼道中，第一是夜叉，第二是罗刹。妙法兰花经里有记载，有10罗刹女，1名蓝婆，2名毗蓝婆，3名曲齿，4名华齿，5名黑齿，6名多发，7名吴彦祖，8名池璎珞，9名高帝，10名夺一切众生精气。佛度恶鬼，可亿万鬼神难成圣，只有毗蓝婆得了道了，就可想而知他有多厉害。你别看他是个菩萨，288佛打不过他。但是在《西游记》里啊，有个细节，大圣见到毗蓝婆后，他说道：“我自赴了盂兰盆会，到今300余年不曾出门。
我隐姓埋名，更无一人知得，你却怎么得知？好像这个毗蓝婆并不是特别希望别人知道她的位置。一个菩萨为什么要刻意把自己藏起来呢？据传说是一次在盂兰盆会上，毗蓝婆照例参加，结果2个灵兽对毗蓝婆的身份指指点点。一个说一个罗刹怎有脸来参加盂兰盆会，另一个回答据说当年是靠着脸蛋接近佛祖才得了真传，一个靠着关系上位的家伙罢了。那这种大圣密谋自然是让毗蓝婆听得一清二楚。毗蓝婆也不惯着，略施法术就将这2个灵兽化成了2条虫，并决定从此隐居不再赴灵山。另外关于毗蓝婆的身世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和如来的舅舅金翅大鹏有染一下从恶鬼变成了如来的舅妈了，是吧？这剧情一下就狗血起来了，是吧？舅妈出轨外甥，有这谣言换我也隐居。说来不管如何，毗蓝婆菩萨在佛教的地位都算是拔尖的，而且常年隐居不爱惹事儿。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菩萨，为何会让人斩去双手呢？毗蓝婆菩萨收走百目魔君，关在了紫云山，紫珠儿也靠着其他6妖的尸体挺了过来。时间一晃，来到大圣死后，西王母求情保下了百目魔君。保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炼丹。百目魔君很擅长炼丹，而炼丹的目的则是为了给神仙续命。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成了神仙就能不老不死，别管小神仙大神仙，就算是三清佛祖玉帝王母也都逃不开一个死字。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在原著里描写蟠桃时有提到，前面1200株花微果小，3000年一熟，人吃了成仙得道，体健身轻。中间1200株层花干实，6000年一熟，人吃了甲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1200株紫纹香盒，9000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蟠桃的作用就是单纯的增加寿命，可如果成仙就意味着长生不死，那为什么还要种这种增加寿命的蟠桃呢？有人说那是不是意味着小仙有寿命，而吃了9000年一熟的蟠桃就可以永生不死了呢？并不是。首先天地同寿的意思是你的寿命和天地一样，但天地也是有寿命的。天地的寿命是多少呢？盖闻天地之数有129600岁为1元，每129600年天地就会报废一次，之后再重生。说回来，你像玉帝，正经来说他要比孙悟空厉害很多。电视剧孙悟空打到了南天门，玉帝吓得躲在桌子底下惊呼，快去请如来佛祖。其实原著中玉帝很淡定，下法旨命如来来天庭降服妖猴，如来只能听从调遣，并且在降服完大圣后，玉帝派人请如来来天庭待1天，如来不敢违背，即合掌谢道：老僧称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还是天尊与众神洪福，感劳致谢。大天尊就是玉帝可见如来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的。那玉帝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自幼修持，苦力过1750劫，每劫该129600年，也就是说玉帝至少经历过1750次天地的毁灭和重生了。他能挺过来这么多次，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修为，另一方面就是靠吃仙丹。原著有提，老道宫中炼了9转金丹，此后陛下做丹元大会，不期被贼偷去，特启陛下知之。其实这才是孙悟空真正让玉帝生气的地方，因为这个9转金丹本是太上老君专门为玉帝增加寿元并且渡劫用的，孙悟空吃完了，玉帝没了，你想他能不生气？派人捉拿孙悟空，然后太上老君就把他扔进了炼丹炉中，想炼出一颗更好的仙丹补给玉帝。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儿？好的仙丹是用妖炼的，而这也引出了黑神话悟空中天庭的黑色产业链，人变妖，妖被炼丹，丹给神仙续命。白眼魔君偶然获得大圣的根器之一，西王母因此保下白眼魔君，让他想办法给神仙提供制作仙丹的原材料，就是妖。可天底下哪来那么多妖呢？于是王母的女儿，也是百目魔君的师傅太真夫人，交给了百目魔君2样法器，王母的金钗和2枚仙卵，命他回到自己曾经的道观，研究怎么批量产药。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天庭很明显不希望让除了天庭以外的人知道，而一直隐居在黄花观附近的毗蓝婆菩萨就成为了天庭首要除掉的目标。可这个毗蓝婆菩萨佛道双修，而且地位很高，再加上他儿子卯日姬在天庭为官，所以直接下手不太方便。不过大人物做事多以耳目代劳，所以天庭就和百目魔君
共谋了一计。天庭秘密放出消息给卯日姬，说他母亲毗蓝婆遭难，护母心切的卯日姬自然是下界救母。而天庭在卯日姬下界后，马上换来了新的卯日星官，并由贺仙人带着他四处拜码头认人。而另一边，百目魔君也靠着大圣的根器和王母的金钗击败了毗蓝婆，并卸下了他2条手臂。待卯日姬寻至紫云山，百目魔君借由此2宝击败了卯日姬，并让其服下仙卵，其中1颗沾了卯日姬的血，化成秦郎仙逃走了；另1颗被强制塞入了卯日姬的口中，让其化成了慧月魔君。而他作为卯日姬的最后1颗，无声地念了一咒，请天地之运保下了他母亲毗蓝婆。不过卯日姬的变化并没有让百目魔君受到天庭的夸奖，反而让太真夫人臭骂了一顿。因为给他这2颗仙卵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批量产药，光转化卯日姬其实屁用没有。不过好在魔君发现秦郎仙每隔几天也会产下1颗虫卵，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将2颗虫卵和毗蓝婆的左右手放在了一起。在这期间，他重新找到了紫珠儿，并诚恳地道了歉，还将大圣根器交给了他，让其续命。当然，他的计划是想利用紫珠儿和八戒的感情，引来八戒杀掉，以此引来天命人，然后干掉天命人，夺得他身上剩下的根器。他会这么做，明面上也是奉王母之命，因为王母觉得佛教那边占的便宜有点太多了，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最初都落在了佛教手里，所以借此机会灭了天命人，把根器都收回天庭手里。而背地里百目魔君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想着只要能集齐所有的根器，自己也能摆脱天庭的控制。几年后，毗蓝婆的左右手在虫卵的影响下化成了左手虫和右手虫，魔君大喜，就将能产虫卵的秦郎仙交给了紫珠儿，放在盘丝洞保管。现在万事俱备，只差愿意成妖的材料了。于是黄花观每10年就会招募一批道士，会以成仙为诱饵，让他们每日加紧修炼。其中资质好的，百目魔君会诱导他们吃下虫卵，让其变成虫妖，最后再由贺仙人回收这些妖，将他们炼成仙丹，形成一个神吃人的完美黑暗产业链。最后咱们再提一下这个独敌大王。独敌大王原著中并没有这个角色，按游戏的背景，它是一只母蝎子精众多老公中的一个。这个母蝎子呢叫风月魔，生的貌美，修的是洞字门中之道，极善房中之术，加上自己又好这个，所以有无数的同修道侣。你看人家说的多隐晦。独敌大王能被选上呢，是因为和各位一样很雄壮，只可惜这风月魔的山洞挨着女儿国，所以重女轻男。而和独敌大王完事以后呢，生的都是公的。一来二去，风月魔也就把这独敌大王给甩了。后来这风月魔绑了唐僧，结果被卯日姬一嗓子震死。独敌大王知道后呢，发誓要为风月魔报仇，但可惜啊，实力确实有限。后来得知百目魔君和卯日姬有仇，所以就干脆逃到他那儿，伺机报复卯日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打慧月魔君的时候，独敌大王会冲上来帮忙的原因。这不比猪八戒的爱情故事感人？独敌大王连他正室都算不上，他就是无数道侣中的一个，最后还让人踹了。可只有他想着报仇啊，这真算顶级情种了。说回来，这个原著里的风月魔原本是佛祖身边的一只蝎子精，因为听佛经的时候没有双手合十，所以被如来推了一把。这姐也不惯着，反手就给如来扎了，然后逃到女儿国附近的琵琶洞。后来唐僧路过女儿国，女儿国的国王看上了唐僧，两人晚上正准备来的时候，这个蝎子精一阵风给唐僧卷走了。其他妖也是想吃唐僧肉，但蝎子精是真想睡唐僧。打跑了孙悟空后，就赶紧回山洞跟底下的人说，掌烛焚香，请唐玉帝来，我与他交欢。等不及了，而且见了唐僧就开始脱。女怪解衣卖弄他机香伏逆。原著里的唐僧别的本事没有，对女色的抗性特别高。蝎子精一看唐僧不为所动，就开始跟他调情。我枕胜亲闲何不睡？我这枕头啊被子都闲置好久了，而且我要倒贴你，你为什么不跟我睡觉呢？唐僧就回答了，
我光头一服怎相陪？我和尚啊，我跟你睡完觉之后，我还取不取经？蝎子精说没事儿，我愿做前朝柳翠翠。唐僧道：贫僧不是月舍离。柳翠翠和月舍离这是一个典故。柳翠翠的前世是一个和尚，叫玉通禅师，因为没有参加这个新任柳官人的接风仪式，惹怒了这个柳大爷，所以为了羞辱玉通禅师，找了个妓女。扮作上坟的寡妇，趁着下雨借衣服就进了禅房。进了禅房后，这个妓女就谎称自己肚子疼。早年丈夫在世的时候，肚子疼，丈夫就脱了衣服将其搂在怀里，用热肚皮暖冷肚皮，于是就不疼了。玉通禅师一听台阶都给的这么明显，那我就别客气了。那一晚玉通禅师成长了很多，但他毕竟是个出家人，来完之后就后悔，怎么办？那我死了吧，当场作画。可死了以后呢，才知道这是被奸人所害，于是为了报仇，就投胎成柳官人的女儿柳翠翠。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柳翠翠就把自己变成了娼妓。哎，你看看人家这个报复的方式多么服务大众。这时候玉通禅师原来的好友月舍离3次说法点醒了柳翠翠。柳翠翠一看，那我死了吧，回家作画而去。死后化作杨柳枝被观音收走，观音瓶子里那个杨柳枝就是柳翠翠。所以蝎子精的意思啊，不是说让唐僧拿它当鸡，而是说你既然不跟我睡，咱俩就在床上探讨一下佛法也好。结果唐僧回：你快滚！那怪道我美若西施还鸟那。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尸。西施的故事都知道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找机会复国，西施也忍辱负重，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爱的妃子。但是在他色诱之下，吴王无心国事，众叛亲离，最后被勾践灭掉。可最后献出一切的西施却被越王沉入江底。所以蝎子精的意思是我可以和西施一样，为了你牺牲一切。唐僧回答：你这样我就学越王，最后给你扔江里去。那女怪道：玉帝，你记得宁叫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唐僧道：我的真阳为至宝，怎肯轻于你这粉骷髅？我还是第一次了，我怎么能跟你这妖怪来？意志就像钢铁一样坚硬，怎么说都不行，给蝎子精气的。我怀疑这个 BY 不是不行，而是没有。来人，给他捆了。结果捆完没多久，就让卯儿鸡灭了，这才接上游戏中独敌大王报仇的剧情。